爷爷过世后，给我托了3次梦。第一次，我刚入职，他就在梦里打碎了我的存钱罐，嘴里念叨着守不住，守不住。我一头雾水。第二天就拒了朋友拉我投资的虚拟币，半个月后平台暴雷，朋友血本无归。第二次，我谈了个温柔体贴的女友，正准备订婚，爷爷却在梦里把她的照片烧了，只说不是他，他会害了你。我半信半疑，私下一查才发现他竟是个以骗婚为生的惯犯。可我发现爷爷每来一次，身影就比上次更苍老佝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出现过。直到5年后，我淘到一个古董相机，我以为捡了宝。当晚梦里几乎快消散的爷爷却突然出现，他拼命挺直了腰，枯槁的手指着相机，声嘶力竭地冲我大吼：“快扔掉它，它在吸你的阳寿！”爷爷声嘶力竭地咆哮，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脑子里。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狂跳。那台古董相机正静静地躺在书桌上，那是我下午刚从一个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淘来的。我以为自己捡了个大漏，摊主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这玩意儿绝对是好东西，是他从一个没落大户的老宅里收来的。我当时兴奋的不行，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才拿下。可现在爷爷的警告言犹在耳，前2次的经历让我对爷爷的托梦深信不疑。我起身下床，一步步走向书桌，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我的心脏。我拿起那台相机，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陈旧气息。我真的要把它扔掉吗？这可是我花了5000块钱买的，万一只是个噩梦呢？毕竟爷爷已经5年没出现过了，也许是我最近工作太累，自己吓自己。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要不试一试？如果它真的有问题，总会有什么迹象吧。我走到阳台，对着楼下花坛里一盆长势正旺的绿萝按下了快门。咔嗒一声清脆的机械声响，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过敏。也许爷爷只是太久没见我，担心我乱花钱。我把相机放回桌上，决定明天再研究。可回到床上，我却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全是爷爷那张焦急的脸。第二天一早，我是被闹钟惊醒的。我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了，四肢乏力，眼皮沉重的几乎睁不开。我以为是昨晚没睡好，挣扎着爬起来洗漱。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眼眶下是浓重的黑青。我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我走到阳台，正准备给花浇水，只见那盆我昨晚拍摄过的绿萝，此刻叶片大面积发黄卷曲，一副濒死的模样。而它旁边几盆其他的植物依旧生机勃勃。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耳熟。喂，是肖先生吗？我是老王啊，昨天卖您相机那个，您对那宝贝还满意吧？我跟您说，那可是个好东西，能留住很多美好的瞬间呢。电话那头摊主老王的声音透着一股过分的殷勤，他特意加重了留住2个字。我的心猛地一沉。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哦，没什么大事，就是提醒您一下，那相机最好多用用，别让它闲着，不然会落灰的。他的话里藏着话，像一条黏腻的蛇，缠得我喘不过气。落灰？对，老物件嘛，都有点脾气，得勤快点拍，勤快点喂，它才能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喂，用什么喂？我看着阳台上那盆枯萎的绿萝，一个可怕的念头疯长起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嘿嘿，您会懂的，慢慢就懂了。说完，他径直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已经是空号。这个老王绝对有问题。我立刻上网搜索这台相机的型号，但查到的都是些常规的收藏信息，没有任何关于诅咒或者邪门的记载。我坐在电脑前，身体的疲惫感越来越重。我看向那台相机，它就像一个沉默的野兽蛰伏在我的家里。理智告诉我必须立刻把它处理掉，可一种诡异的好奇心又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看向桌上一旁的苹果，又好奇地拿起相机。咔嗒，快门声落下，苹果依旧是那个苹果，没有任何变化。也许绿萝只是巧合。我把相机扔到一边的沙发上，决定不再去碰它。然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我眼睁睁地看着桌上的红苹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出现了一块褐色的斑点，然后斑点迅速扩大，果皮开始收缩起皱。不到半天，一个新鲜的苹果就变成了一个干瘪腐烂的果核，而我只是坐在电脑前看着，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随着那个苹果一起被什么东西抽走了，恐惧让我浑身发抖。这东西真的在吸食生命。我挣扎着站起来，抓起相机冲向门口，我必须把它扔掉，扔得越远越好。就在我手刚碰到门把手的时候，门开了，我的女友萧雅一脸惊喜地站在门口。亲爱的，我提前下班来给你个惊喜。咦，你脸色怎么这么差？生病了吗？她的目光又落在了我手里的相机上。哇，好漂亮的古董相机，你新买的吗？别碰它！我几乎是吼出来的，猛地把相机藏到身后。萧雅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萧凡，你干什么？一个破相机而已，宝贝成这样。它不是破相机，它有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有什么问题？你今天怎么怪怪的？他伸手想看我身后的相机，我连连后退，像躲避瘟疫一样。你听我说，萧雅，这东西很危险，我们必须马上把它扔掉。扔掉？你花多少钱买的？5000。5000？萧凡，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花5000块买个老古董，现在又要扔掉，就因为你做了个噩梦？他以为我还在为梦里的事纠结。不是噩梦，是真的。你看那个苹果。我指着桌上那个已经烂成一滩的苹果。萧雅瞥了一眼，
不以为意。不就是个烂苹果吗？你家几天没扔垃圾了？可今天早上还很新鲜的。行了行了，我看你就是魔怔了，工作压力太大，开始胡思乱想。他觉得我在无理取闹，我看着他，心里又急又气。他完全不相信我。总之，这东西必须扔。萧凡，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什么危险不危险的？我看就是你想扔掉这个乱花的钱，又拉不下脸才找这种借口。我没有。我看你就是有。我们两个就这么吵了起来。争吵中，萧雅的牛脾气也上来了。我今天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他趁我不备，猛地从我身后抢走了相机。你还给我！我大惊失色，扑过去想抢回来。就不给？不就是一个相机吗？能有什么危险？我看你是小说看多了。他一边说，一边把相机举到面前，摆弄着镜头。让我看看这玩意儿怎么用。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我的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不要，萧雅，不要按！我声嘶力竭地冲他大喊，但一切都晚了。为了气我，他脸上带着挑衅的笑容，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咔嗒，那清脆又致命的声音再次响起。快门声落下的瞬间，萧雅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手里的相机突然变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啊！她惊叫一声，相机掉在了地上。怎么了？我冲过去扶住她，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我好晕，头好疼，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的症状和我早上起床时一模一样，甚至更严重。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她原本红润的脸颊就失去了所有光泽，嘴唇也变得毫无血色，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走了精气神。怎么会这样？萧雅终于感到了恐惧，她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哭腔。萧凡，我好难受，我是不是要死了？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我心如刀绞，悔恨和愤怒快要把我吞噬，都怪我！如果我早点把这东西扔掉，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扶着萧雅在沙发上坐下，然后捡起地上的相机。我要砸了它，要把这个害人的东西砸个粉碎。我举起相机，用尽全身力气，准备朝墙上狠狠砸去。等等！就在相机即将脱手而出的瞬间，虚弱的萧雅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别砸！你干什么？他在害你。不，你看。他用颤抖的手指指向相机背后，一张黑色的相纸正从相机背部的缝隙里缓缓地被吐了出来。相纸上的影像在空气中慢慢浮现，照片上是萧雅，是她按下快门前那一瞬间的模样，笑容灿烂，神采飞扬，比她本人任何时候看起来都要鲜活，都要有生命力。那份鲜活仿佛是从她身体里剥离出来，封印在了这张小小的相纸上，令人毛骨悚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极其微小的，像是烙印上去的烫金小字：州府私产。这不是一个随机的诅咒物品，它有主人。萧雅抓着我的手，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怀疑，只剩下惊恐和一丝奇异的清醒。萧凡，我们不能砸了它，砸了它，我被吸走的东西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萧雅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砸了相机只是泄愤，但萧雅失去的生命力怎么办？这台相机是唯一的线索。州府私产。我喃喃地念着这4个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萧雅的声音依旧虚弱，但思路却很清晰。说明这台相机属于一个姓周的大户人家。我立刻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州府这个关键词。终于，在一个本地的历史论坛里，我找到了一条不起眼的帖子。发帖人是一个本地的历史爱好者，帖子内容是考据本市100年前的一些名门望族，其中就有关于州府的记载。周家是清末明初本市最显赫的家族之一，靠丝绸生意发家，富甲一方。但这个家族最出名的不是他们的财富，而是他们的怪。周家人丁稀薄，每一代都只有一个男丁，而且周家的男人都异常的长寿。在那个平均寿命只有30-40岁的年代，周家的家主好几代都活到了90多岁，甚至上百岁。民间传说周家有独门的养生秘术，甚至有人说他们懂得采阳补阴、借命延年的方术。但最诡异的是，大概在80年前，这个显赫一时的周家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所有族人都不见了，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巨大宅院。有人说他们是举家迁到了海外，也有人说是他们做的借命之事败露，遭了天谴。众说纷纭，最终成了一桩悬案。借命延年。我看着这4个字，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这台相机会不会就是他们借命的工具？我们得去找那个卖我相机的老王，他是唯一的线索。我翻出通话记录，再次拨打那个号码，依然是空号。我带着一丝希望开车冲到昨天那个古玩市场。市场里人来人往，热闹依旧，但我昨天去的那个摊位已经空了。旁边摊位的大爷告诉我，那个姓王的摊主是临时租的摊位，就昨天来了一天，今天就没影了。线索又断了。我颓然地回到家，萧雅的情况没有再恶化，但也没有好转，依旧虚弱地躺在沙发上，像一朵脱水的花。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萧凡，我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不会的。我握住她冰凉的手，我一定会找到救你的办法。我看着桌上那张诡异的照片和那台沉默的相机，唯一的线索似乎只剩下那个帖子里那早已荒废的周家老宅。不管那里是龙潭还是虎穴，我都必须去一趟。第二天，我安顿好萧雅，自己一个人开车前往。我没告诉她我要去哪。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最终停在了一堵爬满了藤蔓的残破围墙前。这里就是周家老宅，围墙很高，上面布满了青苔，透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走进大门，眼前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庭院，庭院中央一座巨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静静地矗立在阴沉的天空下，它就像一头匍匐的巨兽，沉默而压抑。窗户上的玻璃大多已经破碎，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木门。大厅里空空荡荡，大部分家具都已经被搬空了。我小心翼翼地在宅子里搜寻，一楼是客厅、饭厅和一些杂物间，除了破败，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我顺着布满蛛网的楼梯走上2楼，二楼是卧室和书房，大部分房间同样是空的。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我在一间朝北的卧室里发现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仕女图。我走到画前，伸手敲了敲墙壁，画后面的墙是中空的，有暗格。我心中一动，小心翼翼地将画取了下来。墙壁上果然有一个暗门，这里是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剂味道。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的人男女老少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照片里的他们都笑得无比灿烂，充满了生命力。而在每一张照片的下面都用钢笔标注着姓名和日期。我看到了最早的一张，日期是光绪20年，也看到了最近的一张，日期是民国35年，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我死死地盯着那些照片，一个更让我毛骨悚然的细节浮现出来，其中有几张不同日期的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第一张照片的日期是光绪25年，他看起来30岁左右。最后一张照片的日期是民国20年，时间过去了30多年，照片上的他容貌竟然没有丝毫变化。这间暗房就像是一个跨越了数十年的生命标本室。周家真的在用某种方式窃取别人的生命。我被房间中央的一张长条桌吸引，桌子上摆着一本厚厚的用丝绸包裹的日记本，几瓶早已干涸的化学药剂，以及一台和我的那台一模一样的相机。我拿起那本丝绸日记，颤抖着手翻开了第一页。日记的主人是周家的第一代家主周伯仁，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是如何在机缘巧合之下，从一个西洋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一门名为光影助命术的邪术，并且他结合了我们的方术，改造了那台来自西洋的相机，让它不再仅仅是记录光影，而是可以汲取和封存被拍摄者的阳寿与精气。日记里写道：凡入境者，其神魂精气皆为我所用，影存则命存，影衰则命衰。我手里的相机就是那台助命的母机，而这间暗房里的相机是后来仿制的子机，功能稍弱，只能汲取不能转移。周伯仁利用这台相机不断拍摄活物，将窃取来的生命力封存在一张张特制的相纸上，然后通过一个秘密的仪式，将相纸上封存的生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以此实现了超乎常人的长寿。而周家的后代也继承了这个邪恶的命运，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利用这台相机，像寄生虫一样吸食着别人的生命，延续自己的存在。日记的最后几页记载了那个转移生命力的仪式。看到这里，我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只要我按照仪式的方法，就能把萧雅失去的生命力还给他。我激动地往下翻，想找到更详细的咒语和步骤。然而日记的最后，周伯仁用血红色的笔记写下了一段充满了怨毒和疯狂的文字：天道不公，助命之术竟有反噬，凡汲取之命终将归于虚无。相机所纳之阳寿100年为期，期满则尽数消散，持有者亦将瞬间枯竭，化为飞灰。唯一的破解之法便是找到一个新的容器，在100年大限到来之前，将相机与所有命影尽数转嫁于他人，如此方可金蝉脱壳，再续100年。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一个诅咒的传递。那个卖给我相机的老王，他根本不是什么摊主，他就是周家的后人。就在这时，我身后那条狭窄的楼梯口传来了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响了起来。看来你都发现了。我猛地回头，楼梯口站着一个男人，正是那个卖给我相机的摊主老王。不，他不是老王，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他看起来不过30出头，眼神却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阴冷。自我介绍一下，周晨，论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太爷爷。他轻笑了一声，充满了嘲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100年前的人物？除非他就是靠着这台相机一直活到了现在。很惊讶吗？这光影助命术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让我见证了王朝更迭、时代变迁，也让我永葆青春。只是可惜啊，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他叹了口气，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日记本上。100年的大限马上就要到了，我必须找个替死鬼来接下这个福报。于是我找到了你，你看起来年轻健康，充满了生命力，是个完美的容器。你这个混蛋！我怒吼着，抄起桌上那台仿制的子机就朝他砸了过去。周晨只是轻轻一侧身就躲开了，相机砸在墙上，摔得4分5裂。别这么激动，萧凡，我们其实可以做个交易。交易？你的小女朋友叫萧雅是吧？她被我的宝贝拍了一下，感觉很不好受吧？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这些养料就快要耗尽了，我需要新的生命力来完成最后的金蝉脱壳，而你就是我新的收割者。你用那台相机去为我拍摄更多的人，每拍一个，我就可以分出一丝生命力，让你的小女朋友多活一天。只要你喂饱我，我甚至可以让她痊愈。怎么样？这笔交易很划算吧？你做梦？是吗？别忘了，那台相机现在认的主人是你。100年大限一到，
第一个化为飞灰的也是你，而你的小女朋友她被母鸡所伤，如果不持续补充生命力，不出3天就会彻底枯萎。他一步步向我逼近，声音充满了蛊惑。想想吧，萧凡，一边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一边是你最爱的女人。他的话像一把淬毒的尖刀，狠狠扎在我的道德底线上。我脑中闪过一丝动摇，仅仅是一瞬间的动摇，但周晨捕捉到了，他笑了。你看，你也不是那么高尚。不管，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帮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没有价值了，那就提前去死吧。他话音未落，一瞬间就到了我的面前。他的速度快得不像人类，我被他单手提了起来，双脚离地，我的眼前开始发黑，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清晰。就在我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那不是梦，是一个无比清晰的来自童年的记忆。爷爷，这么结实的锁，你能打开吗？爷爷一边用工具鼓捣着锁芯，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傻小子，记住了，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靠蛮力就能打开的。再坚固的牢笼，只要找对地方，它最坚固的地方，也可能就是它最脆弱的地方。万物皆有生门与死门，关键在于你会不会逆转。逆转？对，逆转。”爷爷手里的工具轻轻一挑，咔嗒，那把看起来无比坚固的黄铜大锁应声而开。逆转。周伯仁的日记里只写了如何将照片里的生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那是一种单向的掠夺性的释放。他从没想过，或者说从不敢想把生命力还给被拍摄者，因为那违背了他自私的初衷。这台相机本质上只是一个能量的管道，它既然能把生命力从活物身上抽离封印进照片，也一定能把照片里的生命力重新释放出来。周晨只想到了用仪式去喝汤，却没想过可以直接砸锅。我的求生欲在瞬间爆发，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不是攻击周晨，而是狠狠地蹬向他身后的那面照片墙。我整个人带着周晨一起撞向墙壁，上百张封存着生命力的照片被撞得七零八落，散了一地。周晨显然没料到我会有此举动，掐着我脖子的手一松，我摔在地上，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我几乎是用尽全部力量将地下的相机捡了起来。你想干什么？周晨看到我拿起了相机，脸上闪过一丝警惕和不屑。我挣扎着站起来，举起相机，但我对准的不是他，而是散落在地上的那成百上千张承载着百年生命力的照片。爷爷说，万物皆可逆转。周伯仁为了防止别人破解他的邪术，故意将很多关键信息写得语焉不详，但我记得其中一句话：光影相生，亦可相克，欲取之，必先于之，欲与之。后面的话被涂抹掉了，但我赌被涂掉的下半句是必先取之。这是一个双向的逻辑，这台相机一定有一个反向操作的模式。我疯狂地摆弄着相机上的各种拨盘和旋钮。这台老式相机结构复杂，但我此刻的头脑却无比清晰。一个隐藏在角落里的毫不起眼的铜制推杆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被一层灰尘覆盖，显然很久没有被动过。我毫不犹豫地将它推到了另一边，咔！相机内部传来一声轻微的解锁声。住手！周晨终于意识到我要做什么，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像一头猎豹般向我扑来，但我已经对准了满地的照片，按下了快门。这一次，快门声不再清脆，而是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高频的嗡鸣。镜头里没有射出光线，反而像一个黑洞，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力。散落在地上的上百张照片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照片上那些鲜活的凝固的笑容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褪色，照片里的人像从清晰变得模糊，最后化为一片苍白。一道道肉眼不可见的纯粹的生命能量被从相纸中疯狂地剥离出来，化为点点流光，被吸进了相机的镜头。不，周晨的皮肤开始起皱，不过10几秒的时间，一个30多岁的英俊男人就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100岁老翁。我的青春！他趴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哀嚎。而那台相机在吸干了所有照片的生命力后，像一颗被充满了能量的电池，正在嗡嗡作响。一个持续了100年的诅咒，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被终结了。我没有时间犹豫，必须赶在他失控之前回到萧雅身边。当我踹开家门时，萧雅正虚弱地躺在沙发上，气息微弱，脸色灰败得像一张旧报纸。萧凡，你回来了。他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别说话！我冲到他面前，举起了那台已经开始出现裂纹的相机，我将镜头对准了他。萧凡，不要！他以为我疯了，要用相机彻底毁了他。相信我。我看着他的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按下了那滚烫的快门。咔嗒！这一次，一道柔和的、温暖的白光从镜头里倾泻而出，像一条光带，将萧雅完全包裹。那不是普通的光，那是纯粹的、浓郁的生命能量。在光芒的照耀下，萧雅苍白的脸颊迅速恢复了红润，她身上的虚弱和疲惫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活力，甚至比她出事之前还要健康，还要充满生机。光芒渐渐散去，相机也随之消散。这个害了无数人的诅咒之物，终于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房间里恢复了安静，萧雅从沙发上坐起来，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她看着我，眼眶湿润了。萧凡，我扔掉手里的残渣，冲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一切都结束了。